喂，于博士，您研究的纳米材料受到了上级认可，并为您特批了一栋实验室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姑爷，你怎么了？姑爷，这怎么了？快，姑爷，快醒醒！啊，你醒了。我竟然没死，还穿越成大夏国萧家赘婿。姑爷，快起来！大少爷来了，他说要打死你。啊，吕毅，你这个废物敢欺负我妹妹，打死你这个废物！姑爷，快跪下认个错，不然大少爷会打死啊！区一个赘婿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竟敢僭越！原来昨天这身体的主人非要跟人家妹妹睡，怪不得他要生气。今天我必须让你长长记性。小龙，你妹妹和我是合法夫妻，她却一直不和我同房，真当我吕毅是太监？小龙，你妹妹和我是合法夫妻，她却一直不和我同房，真当我吕毅是太监？区一介穷酸，焉能配得上我妹妹？你若是想老老实实的混吃等死，说不定我萧家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但若你再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这根棍子就是你的下场。大少爷，商行把货给退回来了，您快看看吧。你给我小心一点。姑爷，三儿，走。大少爷，商行说咱们家的服装太过难看，以后都不要咱们家供货了。没有了商行的单子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确实难看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要的。放屁！你这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大夏现在虽然流行江南风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江南风也不怎么样。我可以设计出新的服装样式，如果你能做出来，绝对可以大卖。还好前女友是搞服装设计的，我们逼着学不是。什么？你能设计样式？一个只知道吃睡的穷酸，如果不是我们萧家收留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吕毅，看来我对你真是太仁慈了，所以你才敢这样对我妹妹。给我打断她的腿！小龙，如果我要是设计出来怎么办？哼，就凭你？好，如果你要真的能设计出来，你说怎样便怎样。一言为定。如果我设计不出来，我就悬梁自尽。姑爷，哼。姑爷，您还是去跟大少爷认个错吧，要不然谁也救不了您。三儿，看看这些衣服怎么样？啊，这可千万别给大少爷看。你是古代人，只看图是理解不了的。你再去取些衣服，取些针线和剪刀过来。是。哎，小兰啊，待会儿你帮我当试衣模特怎么样？我，姑爷，小兰有点儿。姑爷，萧府长得好看的丫鬟有的是，干嘛要让小兰当试衣模特？废什么话，快去！就这么决定了啊？走。大少爷，都过去2个时辰了，那废物该不会是睡着了吧？大少爷，我去看看。要是他敢耍咱们，您就好好的教训他。你们看看这个样式怎么样？
这就是你说的设计？真不该信了你的鬼话，狗屎都不如！曹少爷，这是鬼画符吗？贴在门上是不是能辟邪呀？去，把他绑起来，打断双手双脚。且慢。是哪家大小姐？大少爷，这是咱们萧府的小兰。羽翼能卖得出去才算好设计。好，这次的生意由我来谈。但若是你谈不成，本大爷亲自为你裁悬梁的白绫。羽翼，云城的所有生意都归这个赵会长管辖，你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分寸，要是得罪他，我们萧家就彻底完了。赵会长，小龙，送往省城的服装，赵会长已经指定给我们周家，你来干什么？还带着你这废物妹夫？周瑾，我是来找赵会长，不和你废话。赵会长，这是我们萧家新出的服装样式，特意送给您看看。这种狗屎一样的东西也拿给赵会长看，简直污了会长的眼睛！你好了，萧公子，我已经决定用周家的服装了，你走吧。会长，求你再给我们萧家一次机会。话已经说明白了，不必多言。老爷不好了，萧姐晕倒了。什么？雪儿又晕倒了，赶紧去看看。吕毅，你个废物竟敢打我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小龙，我会将萧家逐出商会。羽翼，虽然你设计的款式是不错，但是现在赵会长连看都不看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去看看那女孩子。哎，羽翼，死废物，你进来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哎，不要吵到大夫把脉。小姐，现在有何感觉？我心慌、出汗、全身无力。赵老爷无需担忧，桂小姐只是体虚而已，老朽只需3剂药便能治愈。花儿，去拿纸笔。低血糖而已，用不着这么麻烦，只需要1碗红糖水便可以让大小姐恢复。笑话！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听过如此荒谬之言。哼！哎，怎么跟此人一般见识？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也变成郎中了。温大夫可是云城良医，你竟敢怀疑他的医术？小龙，你这妹夫该好好管管了，给我滚出去！否则，休怪老夫将你们萧家彻底逐出商会。哎，吕毅，别乱说话，赶紧走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小姐发病之前是否做什么运动？且别空腹。没错没错，刚刚跟小姐一起踢了会毽子，然后小姐就变成这样了。赵会长，若是我所出之方无效，那萧家就自动退出商会；可若是管用，还请会长
用我萧家的衣服。死废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若真能把赵小姐医好，我拜你为师。哼，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。赵老爷，不妨让他试一试，以辨真假。哼。赵会长，你被这废物给骗了，这红糖水根本不管用，你赶紧把萧家踢出商会。都跟你说了不要胡来，这可怎么办？别急，待会儿就有效果了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我现在就宣布，萧家。老爷，小姐醒了。小姐，你慢点。爹，我好了，一点事都没有了。我怎么记得有人要找我拜师啊？怎么，不认账了？那好，我出去就告诉别人，你周大公子和郎中都是言而无信之人。我想，赵会长也不喜欢别人说话不算数吧？英雄出少年，既然吕公子有言在先，那老夫言而有信。这次的生意还是交给萧家。吕毅，别得意忘形了，别以为我给你行了拜师礼，就高我一头。这个管不住自己媳妇儿的废物，有能耐你把萧柔接回来，她就在他的小姐家。这个就不劳周公子心了。我当然会把我的妻子接回家的。好呀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，你吕毅到底能不能接走自己的妻子。娘子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吕毅，我听闻你最近正在打萧柔的主意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也配碰萧柔？谭小姐所言有理，像吕毅这种下等人，哪里配得上萧小姐？夏公子乃是知府公子，又满腹经纶，一表人才。我看夏公子和萧小姐十分般配。吕毅，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我就说你是个废物，你还不服气，连自己的老婆你都接不走。我要是你啊，干脆死了算了。萧柔，你我的婚事可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当初也是你大哥登我吕家的门定的亲。我们吕家好的时候，你们就上赶着巴结；现在我家道中落，你们萧家就翻脸不认人了，是吗？好，只要你们承认，你们萧家是背信弃义之辈，那我今天就不接你了。吕毅是吧？哼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配不上萧小姐。不日，萧小姐就会到衙门申诉，跟你解除婚姻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吕毅就得被踢出萧家，那不得活活饿死吗？我说我娘子为何不回家？原来是有人从中作梗啊！知府公子那又怎么样？那日我高中状元，入朝为官，你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真是笑话！谁不知道你吕毅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居然扬言要考状元，这真是天底下最扯淡的事。既然吕毅这么做了，那我就替萧柔好好考考你。夏公子也可以参与，刚好这有茶，那就以茶为题，做一首诗，如何？那就以茶为题，做一首诗，如何？我没问题。那就来吧。哥们儿从小就背古诗，还会输给你？姓谭的这个女人摆明了是让姓夏的出风的。我先收拾收拾姓夏的，然后再收拾你。
严英隐退，地西王。江燕轩豪，各别处。天子下连亲考试，宫人手里过茶汤。夏公子果然文才出众，顷刻间便拟了一首诗出来，真乃是神人也。夏公子已经是当代大儒了，吕毅，该你了。你要是能做出诗来，我爬着出去。不羡黄金雷，不羡白玉杯，不羡朝入省，不羡暮入台。千线万线西江水，曾向静陵城下来。此诗意境绝佳，能做出这样诗来的人，已经是当代诗圣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会作诗？他一定是抄袭他人的，而且还是当代大儒所作。吕毅，你跟我说，你是拿了谁的诗了？这就是我做的诗。如果是当代大儒的话，你们怎么会没有听过？周姐，在赵会长家里，你已经拜我为师，现在又输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爬出去啊？你，只不过是做了一首诗而已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手下败将，你没有说话的份儿。你明知道萧柔已有夫君，还跟他往一块凑合，光凭这点就居心不良。吕毅，你竟敢对夏公子无礼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跟青楼拉皮条的老鸨有何区别？你有夫之妇，和别的男人同坐饮茶，萧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萧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吕毅，你个废物在这里嚣张什么？在场的谁不比你高贵？周姐，在场的你是最没有资格说话的。刚刚你不是说输的人要爬出去吗？你还在等什么？萧柔，你跟不跟我走？我凭什么要跟你这个废物在一起？好，你既然不走，那我就把你休了。你凭什么要休我？要休也是我把你这个穷酸给休了。快走！老实点！姑爷，姑爷，救命！救命！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在我们赌房输了1000两银子就想跑，被我们教训了一下。这小子说你能替他还清欠债，要是你拿不出1000两银子，我们今天就打断他的腿。你的月钱只有2两，居然输了这么多！姑爷，我输了600两，剩下400两是利息。我已经休了萧柔，正要离开萧家，可是这月的里三儿对我最好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两位大哥息怒，他既然在赌坊输了钱，那我们就去你们那儿把钱赢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小子够狂的！既然这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姑爷，那里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不能再去了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走吧。好。3把大的肯定是小啊！哎呀，来，行，该你。来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吕大姑爷吗？怎么，被萧家小姐休了后来赌坊消愁了？你一个说话像放屁的小人，有什么资格在此说三道四的？我记得你跟我赌输了，但却没有兑现赌约呀。一介穷酸，竟敢到这里来赌钱，等下看你怎么死！吕公子是吧？你想赌什么？是骰子还是牌九？随你选。姑爷，咱还是走吧。没事，我既然敢来，就有把握。
那就请吧。我就爱看这个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会，要是赌的话，就由我说了算。咱们赌这个，很简单，猜中数量，猜中我1赔10，猜不中你压多少我就赢多少。赌1赔10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！不用，我也得压一下。于毅，你傻了吗？这跟白送钱有什么区别？好，我跟你赌，但若是你输了，拿不出银子来，怪我心狠手辣。大家下注吧，只要猜中钟里面有几个，就算你赢。我下100两。于毅，我要是赢了你赔不起，我打断你的双腿。只要猜中钟里面有几个，就算你赢。我下100两。于毅，我要是赢了你赔不起，我打断你的双腿。这群赌徒难道不知道额度9炸吗？这棉球的数量我可以随意控制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完全可以发家致富了。开！哇，真厉害！对呀。来吧，大家开始踊跃下注吧。我压200两，不信压不中。来，压吧。好，买定离手。开！买定离手。再来！哎，好啊！再来，继续！再来！再来！全压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是啊！再来！哎呀，喂呀！乱着说啊！周公子，看来你的运气也不怎么样啊。大哥，这里是三儿欠你的1000两银子，现在还给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还有人继续下注吗？吕毅，你耍诈！周公子，说话要有证据。你自己压不中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他们还不是赢了不少？再者说了，这里是赌坊，要是我耍诈，人家会看不清楚吗？行，这个仇我记住了，早晚会报。哼！继续！来，接着来！开！吕公子，这是我们家掌柜猛哥。看样子我的伎俩被人看穿了。原来是猛哥，那就聊聊吧。好。吕公子是个人才，我有幸邀你入我赌坊，不知道吕公子可否愿意？赌场这种小打小闹的我没有兴趣，要玩就玩大的。我眼下有一个生意，不知道猛哥是否有兴趣？吕公子请说。咱们开间银行，然后向民间吸取资金。银行就是钱庄，吸取资金的意思就是让百姓把钱放进咱们这个钱庄里来，咱们付给他们利息。你是在说笑吗？那钱庄都是靠给别人保管钱财，
收取保管费来营利，你还要给别人利息，那不得赔死？我还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你表面上咱们是赔钱，但若是咱们用别人存这里的银子拿去做生意，又或者以更高的利息贷给别人，你们想想，是赚呀，还是赔呀？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这种意识，自己弄个银行肯定大赚特赚。不过弄这东西需要有人镇场子，猛哥这种人刚好合适。本来这件事我是打算自己做的，但是我听说猛哥武功高强且为人仗义，所以便想与猛哥一起合作。如果猛哥愿意的话，你出钱，我出具体的实施方法，到时候咱们5-5分账。此事容我想想，届时我会让人通知吕公子。好，就此别过。姑爷，您真的把小姐给休了？那还能有假？我能够平安脱险，多亏了公子。以后三儿这条命就是公子的，我愿为您赴汤蹈火。对了，公子，您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银行，猛哥他会同意合作吗？你放心，他会想明白的。这个大饼，他不吃，就会被别人吃掉。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来找我的。公子，既然您现在已经不是萧家的姑爷，那晚一点咱们去青楼转转吧。那去转转。公子，听闻这百花楼的花魁紫玉姑娘可是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云城里不知道有多少才子为其倾倒呢。哟，两位客人，可有相识的姑娘呢？哟，这不是萧家姑爷吗？怎么被扫地出门到青楼借宿了？夏公子跟你们说话呢。我才不跟我手下败将说话。小二，听闻你们百花楼有一位叫紫玉姑娘的，可否叫下来一见呢？凭你也想见紫玉姑娘？紫玉姑娘那可是天下第一的才女啊！谁要是想见紫玉姑娘，就得对得上她所出的对子。你还会对对子呢？白天那首诗，你也是抄袭别人的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吕烨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识相的，给我滚出百花楼！你一个勾引别人媳妇的贱男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犬吠？你，夏兄不必动怒，既然这位公子想要展示才华，那就让他对好了。好，那就对对子。小二，以以铜，铜赏月，好对呀，不愧是紫玉姑娘所出啊！嘿嘿嘿，范兄，小弟不才，无法对得公正，还请范兄对此下联。既然夏兄都这么说了，那在下就献丑。画花画赋付惊春，妙，妙啊！范兄不愧是云城第一才子。范公子真是大才呀！看来今晚紫玉姑娘要与公子把酒言欢喽。
公子，刚才那个范春山乃是云城第一才子，咱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对对子吗？怎么现在成哑巴了呀？要是对不出来，就赶紧滚吧。有什么难的？等登登阁各公书。范公子对的工整，意见也很美妙，但画画毕竟比不得读书。依子瑜看，还是这位公子略胜一筹。子瑜姑娘此言虽是有理，但难免有失偏颇。不如姑娘再出一对，我与这位公子一较高下。既然范公子有如此雅兴，那子瑜就献丑了。我的上联是陶然锦江堤，两位公子请对吧。陶然锦江堤，这不是网上那个千古绝对吗？看来京城上是有好。烟锁池塘柳。好一个烟锁池塘柳。此对并非子瑜所出，乃是古时一位名满天下的大才所想。千年以来都无人能将其对得工整，却不曾想公子在如此短时间内便将其对上，且意境竟然超越上联。公子凭此下联，便可当得天下第一才子的称号了。子瑜愿陪公子把酒言欢。公子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能得到子瑜姑娘的邀请。哎，你快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一炷香的时间够了吧？一炷香？你瞧不起谁呢？起码3炷香。3炷香，这么厉害？公子这是作何？当然是做开心的事情了，要不然我来青楼干什么？公子，小女子虽为娼妓，但却不行苟且之事，还望公子自重。你是那种卖艺不卖身的？白气度。公子有此才华，不知将来可要考取功名。抱歉，既然姑娘洁身自爱，那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好聊的了，告辞。哦，子瑜，他可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能对得上我那千古绝对，将来应该能为我们所用。既如此，你可要好好试探一下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色相。公子，您不是说最少得3炷香吗？这也太快了吧！狗屁，他卖艺不卖身的。吕烨，吕烨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但你要为你的嚣张付出代价。今天我要让你知道，得罪我是什么下场。公子，你快走，我帮你拦住他们。就凭你一个下人，也敢阻拦官差，简直就是找死！
给我狠狠的收拾他们！哟，这不是夏公子吗？你这是在办案？啊，原来是猛哥啊！小弟这厢有礼了。猛哥，小弟并不是在办案，而是在教训这两个不长眼的东西。吕烨，见了猛哥还不赶紧过来跪下！要是惹得猛哥不高兴，打断你的狗腿！这小子好像很怕猛哥，看样子猛哥的背景不简单呢。姓夏的，你真狗啊！文的不行，你玩武的是吧？银行的事情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什么银行？给我狠狠的收拾他们！带着你的人立马滚蛋，否则我让你横着回家。这哥，走！看来猛哥考虑清楚了。猛哥能替我出头，那就说明他已经想好跟我合作了。吕公子所言极是，我左思右想，觉得此事可惜了。不过我无法答应你5-5分账，最多7-3。46，好，成交。吕公子，我需要警告你，如果你敢骗我，或者是赔了，那我会要了你的命。猛哥，你放心，这个生意啊，他保证稳赚不赔。猛哥，你连知府公子都敢打，想必颇有背景吧？吕公子，你的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合作的范围，我劝你还是少打听。还有，明日我便派人着手找门面，找好了，自然会通知你。公子，公子，今天可是乡试的日子，快起来！要是晚了，就要再等1年了。什么乡试啊？也不是搞个由头让我加班。哎，公子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忘记自己穿越了，今天是乡试的日子，可不能错过了。哎，公子，等等我！哎。哼，这个废物真的来考试？你以为自己抄袭了一首诗就了不得了？到时候一定交白卷。哼，我看交白卷倒不至于，但肯定会把考官惊呆，而后彻底在贡院里把他除名，以后都不准他再考了。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怎么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？哎，吕烨，装什么清高？那是你骗了我1000多两银子。今日咱们再打个赌，如何？赌什么？次日乡试，如果你能榜上有名，我再送你1000两银子；如若你榜上无名，就把那1000两银子还给我，如何？好，我跟你赌。好，诸位考生，现在可以进贡院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开始了。唉，公子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？比百花楼还快。你别老提那事儿，考题太简单了，我做完就出来了，你就等着看我怎么上榜吧。于兄，此卷作答不仅精彩，其想法更是闻所未闻。答卷之人，定能成为国家栋梁。堂兄所言极是，我原以为此人这么快交卷，定乃平庸之辈，却不想有如此见地。大夏有如此人才，我们应该直接呈报陛下，免得被他人所误。来呀！将此卷封了。
600里加急送往御前。是。公子，这都好几天了，猛哥那边怎么还没动静？急什么？开银行可不是闹着玩，必须要选好地方。吕公子，吕公子，我们家猛哥已经选好了地方，派我前来请您。我说不用着急吧，走吧。请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各位，今日银行开业，感谢众位乡亲前来捧场。凡是今日在此存钱的人，不仅能得到相应的利息，我们还将赠一份礼品。哦，太好了！恭喜猛哥银行开业，小弟今日特地来存钱。猛哥，小弟今日也来存上3000两。雨夜，没想到你居然能跟猛哥合作。我告诉你，猛哥也不能事事保你，等下就会有好戏看了。吕烨，你这个死废物，竟然敢羞辱我妹妹！你是我萧家的赘婿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？没错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做。今日我与兄长前来，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休了你这个下贱的男人。诸位，这个废物今日要被休了，可真有意思啊！看样子是姓夏的和姓周的或萧龙兄妹跑来闹事，想要搅黄我的生意。既然你们落井下石，那就别怪老子开启喷子模式。小龙，我本来想这件事就这样算了，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带着萧柔跑到这里来跟我对峙。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休了萧柔吗？现在我就告诉你，你的妹妹，一个有夫之妇，居然背着我和其他男人苟且。你什么你？他不守妇道，做出如此羞耻之事，难道我不应该休了他吗？你身为他的哥哥，自己的妹妹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儿，不去管教，却跑到我这里来闹，配做哥哥吗？他不守妇道，做出如此羞耻之事，难道我不应该休了他吗？你身为他的哥哥，自己的妹妹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儿，不去管教，却跑到我这里来闹，你配做哥哥吗？诸位，刚才夏公子小声的跟我说，他之前跟我比诗比词，他都输了，所以今天特意联合周公子，找了萧家兄妹来搅和我的生意。堂堂知府公子，竟然行如此卑劣之事，真是下贱！吕烨，胡说些什么？这些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吕烨，你少放屁！这件事跟夏公子无关，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不对，这事跟我也没有关系，都是你污蔑我们。你都已经承认了，还狡辩什么？你们周家人如此下流，恐怕做生意的时候不少坑别人吧？没想到周公子是这样的人。回头我跟你们赵会长商议，让他将你们周家逐出商会，从此不再与你们周家合作。还有夏公子、萧家兄妹，你们公然跑到我的银行闹事，这笔账我会跟你们好好算。吕公子，今日你银行开业，子瑜也没什么贺礼相赠，就在你这儿存上些许银两吧。谢谢子瑜姑娘。子瑜姑娘，存银5万两。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请。这个女人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我与子瑜姑娘只有一面之缘，不知姑娘为何如此帮我？
还请吕公子放心，我对公子没有任何企图，只愿公子日后飞黄腾达之时，不要忘了我便好。他日若子瑜遇到困境，还请公子能慷慨相助。姑娘此恩，吕毅定当铭记于心。只不过吕毅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姑娘是否愿意为我代言？什么叫代言？代言就是我要卖东西，姑娘帮我做宣传啊。当然了，我会出相应的费用，届时姑娘只要拿着产品露个脸就好了。既然吕公子有要，子瑜不敢不应，费用就算了，子瑜不收公子的钱。公子，明日便是放榜之期，届时公子必定榜上有名。怎么感觉子瑜这么熟悉呢？我去，相识的那个好像大姑娘的就是她。哎呀，看有没有往第3名。哎，我记得当初有人跟我打赌，说榜上无名便输我1000两，不知道那人会不会认账？瞧他那副德行，恐怕是不会认账了。你这1000两银子，怕是要打水漂了。无妨，区区1000两，就当喂狗了。公子，我都找了好几遍了，也没看到你的名字，好像没考上。难道真没考中？一个乡试而已，要是这个都考不上，以后我还做个屁的状元？你不是说我榜上必会有名吗？这也没有我呀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当日你的试卷被2位考官反复观看，我以为他们对你十分赏识，所以才会说你必定上榜。吕毅，你当初跟我打赌说榜上无名，你输给我1000两银子。如今你看半天了，眼珠子都快瞪出血了吧？却依旧没有找到你的名字，说明你连秀才都没考上。那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瞧他这副德行，肯定是不会认账的。区区一个穷酸，大字都不识了几个，还剽窃他人诗文的败类，竟妄想考取功名，简直就是笑话。圣旨到！这几个好像是禁军。没错，大夏朝也只有禁军才是智能打扮，禁军怎么会来云？一可是在此，有你。一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吕毅大才，得天独厚，今正封你为江南道御参军兼云城按察使。我竟然成了江南兵马人事兼公检。待江南道御史上任后，有耳协助，钦此。唐老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这个吕毅当真是人中之龙。看来想让他死心塌地的帮忙，只有唐老所说的那个办法了。吕大人，接旨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上差，我既然是江南道御史参军，那云城的兵马我是否能调遣？自然可以。我等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辞了。上差慢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刚刚你们2人以言语侮辱朝廷命官，按大夏律法，应各打30大板。来人啊！吕毅，不，吕大人，
我愿意给银子。虽然你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但我也是孝子。就我爹也是云城的知府，要是敢打我，后果会很严重。严重个鸟啊！严重！你们还在看什么？打呀！从今日开始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弄死你们！夏公子，这吕毅以后当了官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的确，我想吕毅是不会让咱有好日子过的。比起这，左耳不休，宰了他！三儿，你来试试。公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面膜，把它贴在皮肤上，让皮肤变得光滑水嫩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贴这做什么呀？男人也需要保养，别废话，赶紧贴上。我去开门。百花楼小厮拜见察使大人，小人奉紫玉姑娘之命，特来请大人前去赴宴。子瑜竟然要请我吃饭，刚好可以让他试一下这个面膜呀。三儿，你自己在家待着，我去趟百花楼。紫玉姑娘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公子说笑了，子瑜不过是寻常女子。公子请坐。紫玉姑娘，我刚研制出面膜，希望你能帮我试试。如果感觉好的话，我就会大批量生产。吕公子，今日我们只谈风花雪月，不谈其他。这个子瑜不是不卖身吗？公子，你我有缘，应连干3杯。吕公子，你觉得我美吗？美得冒泡。那不如今日就……什么情况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要杀这小子！子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公子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幸好今天有子瑜在，要不然今天就完蛋了。先不说这个，子瑜，你功夫了得，不如你就做我的保镖吧。既然公子邀请，子瑜当然不好拒绝。从现在起，公子的安全就由子瑜负责。公子，这是江南最好的铁匠鲁修，鲁大师。公子好。公子找铁匠做什么？打造武器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只有你保护我还不够，我得弄个东西防身。师傅，看看这个东西能做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绝伦之物啊！公子设计的东西令鲁修佩服啊！不能做吗？能，但不一定做得这么细致。3日之后我就给公子送过来。三儿，给师傅拿50两银子。如果师傅能做得我满意的话，再赏100两。谢谢公子。这是何物？这个叫左轮枪，比任何暗器都厉害100倍。这东西真有这么厉害？
天哪，公子，你有了这东西，那就是万人敌了呀！吕毅得到此物，还需要我的保护。今日高兴，咱们去酒楼喝酒，走。今天开心。哎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萧家曾经那个废物赘婿吗？以为有了王猛做靠山就了不得了。我告诉你，王猛现在已经保不了你。小龙，我念在以前的情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也得寸进尺。我呸！你和我们萧家有什么情谊？知道这位是谁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位就是云城的护军校尉，手下有上千兵马，只要校尉大人发话，立马就能踏平你的破银行。看来你把妹妹卖给了这位校尉大人是吧？放肆！来人啊！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，带回军营，我要好好惩治他一番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王猛保不了你了。如果你现在马上向我和我妹妹磕头认错，或许我还能向你校尉求个情，让你少受些折磨。李大人，能不能不要太狠？毕竟我们曾拜过堂。这样吧，你让他变成太监好了。哼，就依萧小姐的意思，等会儿我让人把这小子给阉了，让他一辈子做不成男人。你确定敢对我动手？哼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吕毅，你就是一个被我萧家扫地出门的杂种，竟然还敢威胁李大人，你就等着死吧！李大人，你可认得此物啊？就是新上任的道狱参军、云城按察使吕毅吕大人。李忠参见吕大人。什么时候成按察使臣了？这不可能啊！吕毅他没这个命，他只不过就是我们萧家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赘婿而已。你与萧家勾结，还要把我阉了？光凭这条，我就能治你的死罪。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现在削去你的官位，将你降为普通士兵。请大人念在昔日的情分上，放过我们兄妹二人吧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对大人不敬了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对大人不敬了。小龙，你为人卑劣，做生意坑害百姓。我以按察使的身份，查封你们萧家所有的店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萧家不准做生意。是。你一直都觉得我配不上你，现在到底是谁配不上谁？早知道他能做官，我又怎会如此对他？这下全忘了。哥，当初吕玉说他能高中，我还讥讽他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李公子，如今在咱们银行存的银子已经超过了15万，我拿出了一半做面膜，可这东西怎么卖出去？猛哥无需担忧销路，有子瑜在，什么东西都会卖出去。过2日，我再做些女人的服装和护肤品，再找几个模特配上面膜一起卖。猛哥只需要组织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好。新闻发布会？公子，这紧身衣和塑身裤有伤风化吧？没关系，你先让我看看，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再改。好吧。子瑜，你身材真美。公子，你别这样看着我。
子瑜，你真美，我要为你做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。公子，这位军爷说找您有事儿。启禀参军大人，御史大人到了，已经在御史衙门了。参见御史大人。啊，吕大人无需多礼，快来参见二位皇子。拜见二位皇子。你就是吕毅。你的文章我看了，写的也就一般，真不明白为什么父皇让你做官。哼！禀告两位殿下、御史大人，这个吕毅滥用职权，将我儿毒打了一顿，请两位皇子还有御史大人为下官做主。这两个皇子跑到云城干什么？这个知府还真会挑时候，见那个皇子不喜欢我，他立刻就告状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吕毅，你可知罪？这鸟人一来就针对我，要是我处置不当，恐怕会惹祸上身呐。禀二殿下，下官无罪。之所以杖责知府之子，是因为他藐视皇权。你胡说！我怎么会藐视皇权？吕毅，今日之事，你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那就休怪本皇子对你重重责罚。休怪本皇子对你重重处罚。敢问二殿下，朝廷命官乃是何人委任？自然是陛下委任。既然是陛下委任，那命官是否代表朝廷？朝廷是何人掌控？那是圣上。当日知府之子辱骂于我，就等于辱骂朝廷。辱骂朝廷，不就是辱骂圣上吗？我说他藐视皇权，还是殿下明鉴，我绝无此言。吕毅，你休要在此胡言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诸位都看到了，我乃云城按察使，职位还在知府之上。他连我这个上官都不敬，他的儿子自然也不会尊重朝廷。下官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下官夏知府，你不必如此紧张，你先下去。二弟，父皇派咱们来云城，可是有大事要做，你就不要再添乱了。禀告殿下，护军将士抱怨军服质量太差，将士们都十分不满。哦，有这回事？军中之事归道狱参军管。吕大人，我限你5日之内将此事解决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用不了5日，3日就行。3日？吕大人，护军可是有1000人，按1人2套计算，也要做2000套。吕大人，殿下面前不可鲁莽。如果3日之内你无法完成呢？你可敢立军令状？有何不敢？倘若3日之内做不出2000套军装，那就请殿下取走我的项上人头。不过，若是在下能完成此事，那就要请2位殿下答应下官一件事情。你敢跟我讲条件？算不上什么条件，就当是殿下对我的奖励。如果我能做成此事，那就请2位殿下参加我的新闻发布会。新闻发布会？就是宣传一些东西而已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拿纸笔来。二弟，吕大人可是父皇亲爹，负责协助咱们的人。若他出了事，恐怕也不好向父皇交代。大哥，这是他自己要求的，我可没逼他。
吕毅呀，你太冲动了。大人，无需担忧，2000套军装而已，我做得出来。只是有件事我想问大人，二皇子为何如此针对我？你之前写的那篇文章真是惊世骇俗，令朝野震动，圣上大为赞赏。你身上的职位，本来二皇子早有安排，可是你横空出世，将其夺走，二皇子怎能不恨？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自己抢了二皇子喜欢的东西啊！妈的，他也就仗着是皇子的身份，不然的话，直接用枪毙了。大人，陛下派2位殿下前来云城，恐怕是有大事吧？不错，你的确聪明。此次2位殿下亲临，是为了与金国和谈之事。金国已屯兵关外，准备攻打我大夏国了。你之前写的文章有御敌之策，所以圣上命你协助2位殿下。10日之后，金国使者便会到达云城。原来是和金国谈判，这要是弄不好，二皇子肯定对我下狠手。可为什么和谈要选择云城？三儿，把这图纸和衣服送到银行去，让猛哥按照这个样式做上2000套，顺便问问他新闻发布会准备的如何。公子又做什么新衣服了？哇，看上去好威武。那是自然，这军装是我按照21世纪的军队所做的，自然威武霸气。到时候也给你做上一套，你穿上之后一定飒爽英姿。吕毅，3日之期已到，你那2000套军装可完成了？回二殿下的话，已经完成，而且已经送到军营里去了。完成了？不可能，肯定和之前那批一样，质量极差。2位殿下请看，这就是下官设计的军装，不仅结实，还美观霸气。吕大人，你私改军服样式，这可是重罪。二弟，这护军不是正规军，可以穿不一样的服饰，难道你忘了？那又怎样？我问你，你只是一个五品小官，月俸不过20两而已。2000套军装，这钱你是哪儿来的？一定是贪污所得。他只是要置我于死地啊！看来我还得找机会弄。殿下，下官刚刚上任，哪里能贪得了如此多的银子？再者，下官也用不着贪污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你如何证明？下官有间银行，每日盈利数千两，我也用不着贪污啊。哎，二弟，我来云城之前，便听闻此地有家银行十分了得，却不想是你开的。不才，正是在下。实不相瞒，这军装的钱也是下官自己出的，未动用朝廷银两。好，二弟，我看你就不要为了一件小事对吕大人耿耿于怀了。吕大人如此人才，吕大人，你的新闻发布会何时开始？届时我与二弟一定前去捧场。就在明日，届时恭迎2位殿下。哎，二弟，吕大人，二皇子乃是小肚鸡肠之人，今日没能整治你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多谢大人提醒，下官会小心的。如此栋梁之才，我必须一用，不能让二皇子得意。吕大人，
你这发布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现在就开始。子瑜，这个叫面膜，可以使面部的肌肤变得十分的嫩滑。这个是润肤霜，和面膜同理，但是是涂在身上的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若是这两个东西用在你们的娘子身上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吕毅借用我与大哥的名头，为自己谋利，其心可诛。哼，二弟，哎，于大人，无妨，本皇子支持。居然连皇子都来了，看来这家人真是不简单。诸位，你们也看到了这几样东西的好处，不过大家不要认为我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你们。我之所以邀请诸位前来，是因为看中了大家的经济头脑。现在我正式招收代理商，将商品代理销售给你们。不过先不用付钱，等你们赚到了银子，我们再算。我要！给我留一点啊！给我2份啊！哎，别抢，没了！我要2份！哎，这面膜我也要啊！这些东西咱们可投入了不少，就这么白白给他们，而且二皇子他们，猛哥无需担忧，届时他们赚到了银子，便会疯狂进货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取代理费。二皇子虽然对百姓有威慑，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他这些威慑根本不动。吕大人当真是天才之人，竟能制造出如此美好的东西。吕大人，我有心将你收入麾下，不知你是否愿意？二皇子针对我，大皇子拉了我，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就连大皇子都得罪了，这可不行。吕毅愿为大殿下效犬马之劳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从此以后，我手下便又多了一员大将。于大人，只要你诚心投靠于我，我也会诚心待你。王猛，你随我来。是。大皇子竟然和王猛相识，那也就是说，王猛是大皇子的人。你可知我叫你前来所谓何事？下官不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那个吕毅把你儿子打得那么惨，你难道就不想整治他一番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对这个吕毅也十分不爽，想必你也看出来。我想让你想个办法，把他……想要整治吕毅并不难，知府衙门的大牢里关着几个江洋大盗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事成之后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多谢殿下栽培。没想到猛哥是大皇子的人，那来云城做什么？吕公子，不是做哥哥的有意瞒人，实在是有些话不好说。我也奉劝你不要问，否则会引祸上身。好。你个臭要饭，竟然敢撞我！啊！竟然敢撞我！打死！住手！谁允许你们打人的？是什么东西？竟然敢管爷爷的闲事！好，我等着。哎呦！婆婆，婆婆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官人老身没事，若不是丢了盘缠，也不会落得如此。婆婆，这是10两银子，您收好，别再弄丢了。您真是一位大善人呐！婆婆不必，
谢谢。公子，公子不好了，知府衙门来人了，说你昨夜入室行凶奸淫少女，他们要抓你。吕大人，我等奉知府之命前来捉拿你，你最好配合，否则我们不客气。谁敢动我家公子？好大的胆，也敢越国！吕大人，今天你若不跟我们走，就凭拒捕这条罪，就可以拿掉你头上的乌纱。他们既然来抓我，肯定是有所准备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公子，万万不能跟他们去，这明显是那个夏知府坑害你。是啊，公子，进了知府衙门你就出不来了。审理吕大人不在知府衙门，而在御史衙门。要是不信，你们可以跟着。你们放心吧，走吧。吕毅，你可知罪？下官不知。大爷的，这个二皇子和夏知府想要设计害我，如果真定我有罪，那我就直接突突了他们，大不了以后流浪就是了。好你个吕毅，还敢狡辩！你可认得他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他可认识你？董麒麟，你说说，此人是谁？回殿下的话，他是吕毅，任江南道狱参军云城按察使。昨夜他到知府大牢之中将我偷偷放出，说他看上了一个女子，让我协助得到对方。当时吕大人跟我说，若是我不按照他所说的做，他就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还要暗害我的母亲。小人实在没办法，就与他去那户人家，帮助吕大人控制那女子的家人。而后吕大人便行了奸淫之事，小人被其胁迫，请殿下明鉴。真没想到，堂堂江南道狱参军云城按察使，竟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。吕毅，你可知罪？二弟，这只是董麒麟的一面之词，他乃江洋大盗，所说之话并不可信。大皇子所言不错，此案还得慎之又慎。若无实证，我又怎会抓他？来呀，带证人！走。老朽葫芦拜见各位大人。葫芦，你为何深夜来此？老朽来御史衙门是要状告按察使吕毅，他与江洋大盗董麒麟闯入我家，将我们禁锢，而后吕毅玷污了我的女儿。大爷的，这戏做的可真足啊！不过你们想冤枉我也没那么容易。那你女儿为何没来？回大人的话，如今我女儿只是一心寻死，哪里还能前来？请大人诛杀吕毅，为我女儿报仇。大哥，这事儿还用继续问吗？你们说完了？是不是轮到我说了？哼，禽兽不如之人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当然有说的，不能只凭这2个人之言就给我定罪吧。葫芦，你家里有几口人？家住何处？女儿今年有多少岁？我是什么时候去的你家？别想！一口回答。吕毅，你好像分不清楚形势啊。这儿只有我和我大哥才有资格问别人。事关朝廷颜面，吕毅当然要问清楚。我家住在城南乡，除我夫妻还有2个女儿，被玷污的是我的小女儿，今年16，你是昨夜子时进的我家。这葫芦回答的十分顺畅，明显是事先演练过。你女儿可待字闺中？是。当时我是如何入的你家？硬闯而入。既然你女儿待字闺中，那找一个产婆验一下，就能知道你女儿是否完璧之女。还有，你说我硬闯你家，那周围的邻居定然知晓，不如把他们叫出来，问问是否听到什么响声。再者，你女儿也需要前来此处，我要与她当面对质。
大胆吕毅，葫芦织女被你玷污，哪里还有脸来此？你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简直是畜生！来呀，先将这畜生杖责50，看他承认不承认。杖责50，这鸟人是想要老子的命啊！二弟这是作何？吕大人要求与被害者当场对质，这并无不妥。虽然女子的声誉会因此受损，但是为了案子，也只能如此。你非但不同意吕大人的提议，还要杖责，明显是要屈打成招啊！大皇子所言不错，此等案件必须要弄清楚。我同意大皇子的话。冯大人，你这是要介入我们皇子之内？二弟，你无需拿皇子的身份来吓唬冯大人。满朝上下，谁不知道冯大人一心为公，从不徇私？禀告二位殿下，衙门外有人喊冤。没看见我们在审案吗？让喊冤的人滚蛋！且慢，二皇子不可，百姓喊冤，御史衙门理应受理。是啊，二弟，你不能为了这一件案子就不顾百姓死活。冤呐！娘，儿啊，娘，儿啊，儿啊！老太太，你来御史衙门，所谓何事？哎，这婆婆竟然是董麒麟的母亲，真是太巧了。禀告大人，我是为我儿鸣冤的，他并非江洋大盗，请大人明察。胡说！你儿子明明就是江洋大盗，就在昨日，他还与吕毅潜入他人家中，协助其奸淫女子。所幸他迷途知返，指证吕毅，否则已经被正法了。灵儿，你可曾做了这等丧尽天良之事？灵儿，你可知伪娘是如何从玉城来此？是逃犯来的。入了云城之后，我被几个人打，是这位官人救了我，还给了我10两银子当做盘缠。若是没有这位官人，我早就被人打死了。娘啊，哪里还能见你？我不相信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更不相信这位官人是如此之人。而他是为娘的恩人，也就是你的恩人，你不能恩将仇报啊！一派胡言！把这个老太婆给我轰出去！二弟，怎么出现了对吕大人有利的事情，你就要从中作梗？难道你知道吕大人是被冤枉的？真没想到自己的善心这么快就得到了回报，真是善有善报啊！娘，孩儿不知吕大人是咱家的恩人，我被夏知府胁迫，所以才会诬陷吕大人。夏知府说了，若我按照他所说的做，那就放了我；若敢不听话，他不仅会要我的命，还会加害于你。住口！董麒麟，你休在这儿胡言乱语，小心我要了你的命！夏知府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大殿下，此事并非下官所为。一个江洋大盗之言，并不可信。哼，二殿下，之前董麒麟指证我的时候，他说的话你就相信，现在董麒麟翻供，怎么你就不信了吗？夏大人，你儿子被我打了，你怀恨在心，你这个心疼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我，之前是在百花楼，你弄了几个杀手杀我不成，便又起了这番心思，实在可恶，实在该死！私放囚犯，诬陷上司。殿下应该将夏知府明正典刑。我觉得可以定罪了。大殿下，此事并非下官所为。是儿殿下。闭嘴！自己的事情休要往二皇子身上牵扯。禀告大人，我也是被夏知府胁迫，求大人开恩，放我一马。真没想到夏知府竟然做出这等悖逆人伦。来呀，给我将他拖出去，杖责100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殿下。禀告殿下，夏知府被打死了。
死了活该，竟敢污蔑吕大人。这个葫芦也是罪人之一，不过想来是被夏知府威胁才会如此，那就杖责30吧。冤枉大人，冤枉！启禀殿下，董麒麟他是被夏知府胁迫，但他已经迷途知返，请免除于他的责罚。既然吕大人都不追究，那就算了吧。吕大人，这次本皇子被夏知府所骗，反而倒委屈了你，但这也算是对你的考验。待金国使臣前来，你要好好表现，届时我会在父皇面前保举你。考验你妹呀！你摆明了是要搞死我，鬼才相信你会保举我呢。事情已经过去，今后就不用再提了。董麒麟，你既为江湖侠士，自然功夫了得，那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护卫？大人善待我娘，还不追究我的过错，麒麟愿为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来，使臣今日到来，有何贵干？我是代表大金国前来招降你们大夏的。放肆！我大夏国岂会做亡国奴？现如今我大金国在关外陈兵50万，若是你们不降，那我们的军队就会挥师中原，将大夏国彻底踏平。如果你们金国有能力攻入关内，还和我们谈什么？直接打进来就是了。什么50万军队？依我看，你们最多也就5万人，塞外蛮族，有什么资格在此妄言？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，竟敢与我这般说话？两位皇子，难道你们就任由手下胡言乱语吗？吕毅，你放肆！使者身份尊贵，这里哪轮得着你说话呀？殿下，圣上命我协助谈判，难道要让我一言不发吗？而且，二殿下为何要站在蛮族那边？难道殿下与他们有救？吕大人所言极是。胡说！我怎么会与他们相熟？吕毅，你休得胡说！这二皇子问题。算了，我此次前来，并不是与这个芝麻小官置气的，而是想与你们大夏国赌一场。不知二位殿下可敢接招啊？可敢接招啊？你要赌什么？听闻大夏国文治武功都在我金国之上，既如此，那咱们便先比文，再比武。当然啦，若是二位殿下不敢应战，那也没什么关系的。庶子真是猖狂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既然是打赌，那就应该有奖有罚。若是你们赢了，我们大军便回转金国；若是你们输了，那便将边关3城割让于我们。原来你们在打我们边关的主意。好，我们应战。二弟，此事应该奏请父皇，你怎可私自做主？父皇既然派了我等前来，那此地事宜就当由我们做主。若连挑战都不敢应，岂不是被金国人看了笑话？这个二皇子摆明了有问题，搞不好他要卖国。不过有我这个21世纪来的人才，金国显灵，得过我这一关。金国使臣带个女人来干什么？恐怕对我的身份不简单。好，既然二位皇子答应了，那咱们便从文斗开始。范公子，请进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李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原来是范公子，你什么时候成金国人了？哼，在下乃是中原人，只是受了金国之邀，帮他们比文而已。上次在百花楼，我败在了你手中，这次可没那么好运喽。真没想到，范公子竟然做了汉奸，这既是大夏的悲哀，又是大夏的幸运。说悲哀，是我大夏遇人有误；说幸运，好在你早早的跳出来，不然日后给金国做内应，要有多少无辜百姓死在你奸邪小人之手。李毅，你何曾看到我做汉奸？别侮辱我！你不做汉奸，帮着金国人干什么？我最讨厌你这种皮种的男人。我若是你，直接就把自己阉了，去做女人算了。闲话少说，今日各为其主，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让金国赢。你们何人应战？这个范闲号称云城第一才子，便是在京中也颇有名望，便是老朽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殿下，就由下官出战吧，反正他也是来找我报仇的。吕大人文采出众，由你来比试倒是适合。只不过此事关系到大夏国土，若是你输了，我定取你项上人头。大爷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算计我。不过你恐怕要失望。二皇子，真是时时刻刻都想要下官的命啊！既然如此，那若是下官取胜，二皇子又待如何呢？大胆，竟敢威胁本皇子！二弟，我怎么觉得你在护着金国那边？大哥休要误会了，只是此事事关大夏疆土，我如此说，也是为了让吕大人重视。既如此，那不如就由你来应战。我记得你文采也是不错的。吕大人，尽管一试，若是中间有什么问题，我担着。多谢大殿下。这个大皇子倒还算义气。哼，废话少说。那日我在对子上输给了你，今日我变出3对，若你能对上2个，那就算我输。听好了，第一对是坐北朝南吃西瓜，皮往东甩，对吧？此对好难。此为方向对，若想攻城，必须也以方向接应上联，着实是难啊。多日不见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成绩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哼，吕毅，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。我就知道上次在百花楼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凑巧对上了紫玉姑娘的绝对。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吕大人，要对不出来就别勉强，干脆直接认输算了。这等简单的对子，吕某根本就不放在眼中。哦，你听好了：思前想后，读《左传》，夜往右翻。老子那么多古装电视剧可不是白看的。这下联要比上联雅致得多。你吃西瓜，人家读书，高下立判。哼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快对上，那你且听我下一个对子：一人是人，2人是从，3人从众，大众从一人。若是你也能将此对对上，那范某直接认输。这个对子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啊，此对不就是京城文学院学堂上挂着的那副对子吗？此乃是由第1任文学院长当世大儒秦子清所著。此对出了20余年，到现在没人能够对得上。这个范闲真是无耻，居然将文学院的绝对搬了过来，真是其心可诛啊！这次吕大人恐怕对不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只是打平，并未输阵，
这位吕大人怎么不对了？莫非是对不上来了？那就直接认输好了。金国使臣，就算此对吕大人对不上，那咱们也是平局，哪里来的输啊？在我们金国可没有平局一说，只要一队对不上，那就是输了。原来你们金国这么不要脸！废话少说，对不上就把边关3城割让于我们，否则我金国大军就定会打入中原。我定会打入中原。你听好了，上钩为老，下钩为坎，老考同生，同生考到老。李大人当真是栋梁之才，连大儒之队都对手。大夏有此等人物，真乃幸甚。吕大人果然未令我失望。待这次回转京城，我会将此事如实禀告父王。吕大人，前途无量啊！不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对得上秦大师的对子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从别处所得，这才对上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就是如此一个只知道抄袭的败类！这种等级的对子，还用得着抄袭吗？我分分钟就还能再对出一个：一人是大，二人是天，天大人情，人情大过天。你，金国使臣，这场比试是谁赢了呀？哼，这只不过是第一场文斗而已，起码要3局2胜。你能打败范闲，还算有点本事。不过在我面前，你就是个垃圾。萧公子不愧是未来的文坛领袖，当真有气魄。狗屁文坛领袖，只不过又来了一个汉奸而已。若是大夏国都是你这种人，何愁不亡？吕毅，逞口舌之快无用，还是在文采上见高下吧。我尽管等着，若我接不住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倘若你接不住，那便断手断脚，可敢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若我是接住，你也是如此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眼下清明将至，咱们就以清明为题，赋诗一首，谁的意境高，就算谁赢。关于清明的诗，老子起码能背出几10首，等下看你怎么死。哼，今日清明节，园林盛世篇。晴风吹柳絮，薪火起除烟。杜草开3径，文章议2弦。几时能命驾，对酒落花前。好诗，萧公子不愧为京城第一才子。此时的意境已经到了苍穹之上，已无人能够超越。这个萧启着实厉害，诗词信手拈来，且意境极高，恐怕吕大人未必会是他的对手。是啊，就连本殿下也无法吟出此等上等之诗，想要赢，哎，太难了。想要赢，哎，太难了。怎么样，吕公子？可能对得上？倘若对不出，那就先跪下给我磕头，我可以考虑少断你一指。小小诗文能难得住我？我在想用哪一首诗回你呢？能做出一首这等的诗已是了不得了，你居然还在考虑用哪一首？真是猖狂至极呀！吕大人吹牛的功夫当真厉害，恐怕全天下都无人是你的对手啊！云卧愁春尽，开轩返雾华。忽逢青鸟使，邀入赤松家。丹灶初开火，仙桃正落花。红颜若可住，何惜醉流霞。好，此诗意境极高，
尤其是那句“童颜若可宠，何惜最游侠”，简直道出了人生真谛，令人受教啊！吕大人不愧为当世第一才子，可堪称国之栋梁啊！哼，只不过是赢了一首诗而已，凭他，还配不上当世第一才子的称号。这2首诗的意境不相上下，最多我们也只是打个平手而已。继续，我等着呢。清明来向晚，山路正光滑。杨柳先飞絮，梧桐续放花。芦笙知画鼠，红萤指天涯。已识风云异，宁愁与古赊。这首诗要比刚才的诗高明许多。之前他用了2弦，这次却以天气为准，真是高明啊！这有什么？任他意境再高，吕大人也能接得住。大哥，我劝你还是不要那么乐观好。等下吕毅被断手断脚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等下吕毅被断手断脚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怎么样，吕大公子？若是你还能做出与我这首诗意境相同的，那就算我输。届时，我先给你磕头，然后再自断手脚。吕大人，做不出就不要逞强了，主动认输好了。本王可以做主，只断你的双脚，留着你的2只手吃饭。哼，这等孩童都会的诗，也能难倒我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打油诗吗？真是应了你说的那句话，就算是孩童都能做得出来。我虽然不是很懂诗词，但是你这首诗毫无意境，这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。不懂就别逼逼，让萧公子来评价。此诗与我的相比，确实差了许多。我还以为萧公子是一个坦荡之人，没想到也会行如此违心之事。哼，难怪啊，你一个汉奸哪里会有我们大夏文人的风骨？你指着我干什么？我的这首诗意境不知道比你高出了多少倍，而你却违心的说不如你的。若此事传出，你萧启恐怕会声名狼藉，被万夫所指。你那首诗以天气为缀，的确用得很巧妙，可我这首诗却完美的道出了清明时节人们的心情，你又如何与我相比？我明白了，吕大人这首诗诠释的是人们在清明祭奠亲人时的状态，道出了人们沉重的心情，只能以酒才能消愁。我活了一把年纪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只应天上有的诗词。吕大人，请允许我拜你为师。你们，这等垃圾也敢自称是文坛领袖？我家扫地的都比他会作诗。冯大人，客气了。我哪有什么资格当你的老师？咱们还是先来解决眼前的事情吧。吕大人所言极是，经过使臣，你们还有没有人可再来比试了？中原不是有句古话“文无第一”吗？我们并没有输。你要点脸吧！你找来2个人都被我对晕死了，哼，竟然还在狡辩。你们金国人都是这样吗？嘿，
吕大人，你竟敢羞辱我大金使臣！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向我大金国宣战吗？吕毅，你竟然敢羞辱我大金国的使臣！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就是等于向我大金国宣战吗？就算我向你们大金国宣战，那又如何？想攻打我们大夏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放肆！吕毅，你哪儿来这么大胆子说这种话？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大夏向金国宣战？你这是僭越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二殿下，你处处维护金国，为难于我，想必你是否与金人达成了什么协议了吧？若是我所猜不错，你一定是答应将边关3城送与他们，然后他们助你登上皇位。可是如此？胡说！本殿下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来？二弟，我觉得吕大人所言有理，此事我会如实的禀告父皇，请他老人家来定夺。哼，就算这场你们赢了，还有武士呢，不知吕大人可否有胆量与我金国高手一较高下呢？有多少，尽管来，账单全收。好猖狂的小子，竟敢藐视我金国高手！等下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哈东，上来吧！这居然是金国的第一勇士哈东，而且还有金国的3大高手。哎，这下吕大人可是危险了。大殿下，3年前金国反边，这哈东与3大高手凭10人之力就屠了我们的1000人盾，且那1000人都是我们军中的精英。大殿下，为了保住吕大人，取消了吧。这2场比试乃是事先说好的，若我现在取消，大夏颜面何在？沃鲁奇大人，和我比试的就是这个小子，看他好似婴孩一般，我若对其下手，犹如我勇士的名头。哈东，你休要猖狂！你可知我们吕大人乃是绝世高手，就你这样的，他一个能打10个。这二王子干什么傻气？红混蛋！垃圾！你敢说我是垃圾？我不是针对你啊，而是我说你和那3个什么高手，你们都是垃圾，你们一起上吧，免得我一个个收拾，麻烦的要死。吕大人，你猖狂过头了！吕大人切莫轻敌，这些人可都是金国的顶尖强者。殿下放心，我有这东西，眨眼间就要了他们的命。就凭这个小东西，就能打败我金国第一勇士？哼，真是大言不惭啊！哼，沃鲁奇大人，还是让他们换个人来吧，我真不想和一个傻子比。吕毅赢了2位文人，暴起狂增，这可不是好事。不行，吕大人有危险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如果你们跪下求饶，可以放你一马。哼，既然吕大人要你们一起上，那就满足他吧。我们金国第一勇士怎么会败？这怎么可能？吕毅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暗算我们勇士！你真是个小人！这是我的武器，只是你们没有见过罢了。怎么，他们可以拿刀，我就不能用其他的武器吗？乌鲁奇，我知道你们金国人都不要脸，输了不认账，没关系，
我可以强迫你认。波鲁奇，我知道你们金国人都不要脸，输了不认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强迫你认。吕毅放肆！你若杀金国使臣，我必杀你！吕大人，切莫冲动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金国的代表，杀了他会很麻烦。能有什么麻烦？大不了就跟金国开战。我手里有这等武器，我还怕他们吗？我们认输。只有认输就可以了吗？也得付出点代价吧。我会下令让金国军队后撤300里，而且金国向大夏进贡1000匹马，还有1000头牛。如此，那就说定了，可以走了。今日累了，大哥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吕大人连挫金国锐气，且文才武功皆无人能比。此次回京，我定向父皇禀告你的功绩，届时父皇一定会重重奖赏你。下官谢过大殿下。老师，请受弟子一拜。既然冯大人如此诚心，那我便收你为徒弟吧。沃陆奇大人，今日之事的确怪不得我，谁知道吕毅那小子竟然如此厉害。二殿下，我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可边关3城不入我金国之手，我大金国就没办法助你登上王位。都怪吕毅那小子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请沃鲁奇大人放心，边防令牌在我大哥那里，我今晚就偷来给你们。届时你们拿着令牌，把3城士兵调走，那3座城池就是你们的了。二殿下既然有如此诚意，那我大金国无论如何也要助二殿下登上帝位。届时大夏与大金联合起来，天下尽归两国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今夜子时，我会重返此处，将令牌交予你。哼。公主殿下，沃陆奇总算是不辱使命啊。不过偷取边防令牌十分危险，一旦大皇子警觉，立刻就会派人追赶。所以臣建议公主先行撤退，臣会将令牌带到边关。中原人没有那么精明，即便是令牌丢了，大皇子也不会以为是我们拿了。大皇子或许想不到，但我怕瞒不过那个吕毅呀。吕毅，他倒是个聪明的人，若有可能，便把他拉拢到金国来。多了此人，金国统一天下的脚步或许会快些。此人恐怕难以招降啊！公主殿下也都看到了，他很有风骨。哼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便杀了。父皇给我的边防令牌不见了，两位爱卿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殿下切莫慌乱，是不是忘在什么地方了？殿下，昨天你离开此处，还接触过何人？好像也没有接触过谁呀，除了一些下人。对了，二弟去了我那里，难道是二弟拿了令牌？可他拿这东西做什么？如果二皇子只是拿来显摆一下，倒没什么。就怕他会给别人。给别人？给谁？殿下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昨天二殿下一直在维护金国人。来人，给我速速去金国使臣的居住之处。是。
殿下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若我所料不错，昨夜你见到二殿下之后，令牌就已经不见了。那沃鲁奇等人不会这么傻傻的被我们抓。那该怎么办？如今之计，也就只能去追了。沃鲁奇偷边防令牌，定然是要调动边防之兵。那边的兵将被调走，金国大军便可长驱直入。从云城到边关，即便是快马，也需要8日时间，且只有2条路可走。咱们立刻派兵去追。如果我是沃鲁奇，我是不会带着令牌走任何一条路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沃鲁奇知道他此刻就应该在大夏境内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。若是带着令牌在身上，被我们的人抓到，人赃并获，到时候他可就倒霉了。吕大人的意思是，沃鲁奇将令牌藏在一个隐秘之处，或者交给一个不起眼的人，而后他充当诱饵，让咱们去追，用这个办法将令牌转移到边关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用此办法。两位大人，快想想该怎么追回令牌吧！若是令牌出了事情，那我不仅保不住这皇子之位，也愧对大夏的黎民百姓啊！就冲大殿下如此忧民，我吕毅一定会帮你把边防令牌追回来。沃鲁奇一定走的是官道，咱们这样，派一队人马大张旗鼓的在官道上去追，然后再派一队人身着便服，在小路上面走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令牌追回来。启禀大殿下，派出去的2路人马都已归来，沃鲁奇等人也被抓回，带上来吧。是。快，跪下！大殿下，你这是何意？我已然答应金国大军后撤300里，而且还向你们大夏进贡牛羊。哎，你竟如此对我！沃鲁奇，你少装糊涂了。边防令牌在哪儿？交出来，或许能保你一条命。吕大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是边防令牌啊？你以为二皇子给你令牌之事我们不知道？如今二皇子已经被羁押，若不交出来，那便大刑伺候。吕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若是你们想对我屈打成招，那就尽管动手好了。不过你们要想清楚后果，我乃大金祭酒，若你们敢对我动手，那就等于向大金国宣战。哼！届时我大金国军队将会冲入中原，向所有城池踏平。哼！看你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想必把令牌藏得十分隐蔽吧？我们派出2路人马，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收获。或许我们之前的思维是错的。我们以为你们把令牌带走了，但其实他还在云城之中。我记得你身边有2位随从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抓？如果没有被抓的话，那令牌就在他们身上，对不对？殿下，下官建议搜索云城，寻找沃鲁奇的2个随从，尤其是那个长得像女人的，一定是这个老家伙豢养的娈童，把他揪出来，或许令牌就能找到了。你放屁！老夫怎么会豢养娈童？我只是随意说那么一句，你干嘛这么激动？怎么，你和他有一腿？传令，搜索全城，发现可疑人物，立刻抓起来。公子，别闷闷不乐了。若令牌寻不回，恐怕我们大夏真的就危险了。小二，上壶酒。啊，小二已经回家了，就由老朽来伺候2位客官吧。掌柜的，她是谁？这是小女。掌柜的，让你女儿陪我喝一杯。公子，这怎么使得？我可是云城按察使，你若不同意，我就把你的店给烧了。既然如此，玉儿就陪公子喝杯酒吧。
大人切莫生气，我爹不懂经营之道，小女替他向大人赔罪了。大人切莫生气，我爹不懂经营之道，小女替他向大人赔罪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哼，我们全城都找不到的人，没想到是在这里，还打扮成我们大夏人的模样，还真是无法分辨。你们这招灯下黑玩的可真够高明的。公子，他就是沃路奇的随从。是的，你只不过是大夏国的芝麻小官，下贱之人，竟敢对本公主不敬！你是金国公主？那我们就赚大发了。公子，掌柜的已经跑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手里有这个金国公主，我们就可以跟金国谈任何条件。不负大皇子厚望，下官将令牌寻回来了。吕大人寻回令牌，便是救了本殿下一命，他日定当厚报。此人是谁？此乃金国公主。殿下，这次抓了她，咱们就可以和金国好好谈判了。我立刻就将此事禀告父皇，为吕大人请功。公子，不好了，有刺客！站住！子瑜，子瑜，子瑜，你不能死！三儿，叫郎中！公子，我跟着你是有目的的，我全家都被二皇子害死，我想请公子为我报仇。你放心，二皇子，我一定帮你收拾。你不能死，我还要娶你，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。我还要给你做一件最美丽的婚纱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。公子，我说上几种，恐怕是医不好。若有下辈子，我还伺候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来人，来人呐！公主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抓紧离开云城。感谢二殿下的救命之恩，请殿下放心，我们金国一定帮你取得皇帝之位。不过，你得好好收拾那个吕毅。公主放心，即便你不说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昨夜金国公主和沃洛奇都被救走了，我已经下令封闭城门，只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恐怕他们早就离开云城了。大殿下，昨晚我被刺客刺杀，这是从刺客身上找到的。这是二弟侍卫的腰牌。大殿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吕大人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二弟都是皇家之人，你想动他，必须得经过父皇之手。那就请大殿下帮我转告二皇子，他伤我心爱之人，此仇不共戴天。经过几日的医治，姑娘的性命已经无碍，但想要恢复还需一段时间。多谢大夫。公子，猛哥派人前来，说有人向咱们银行下战书。好好照顾子瑜。是公子。诸位乡亲，我是萧龙，想必大家都认得我，我就是那家新银行的老板。众所周知，吕毅是我们萧家的赘婿，而且被我萧家给休了。我今日带着我们银行的账房先生来与他比试，谁输了，那谁便关闭银行。没想到这个萧龙竟然还能死灰复燃，看来
当初是我太心软了。大哥，我能不能加个码？只是关闭银行多没意思，咱们再赌30万两银子吧。还有，如果吕毅输了，那就断手断脚。只不过是民间的比试而已，用得着赌得这么大吗？大哥，今日我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就别掺和了。怎么样，吕毅，你敢不敢接受我们的挑战？如果不敢，现在就把你的银行关了，然后拿出30万两银子。除了这些，你还得跪下给我们兄妹磕头道歉，说你是被我们抛弃的一条狗，然后再从这里爬出去，或许你就不用被看手看脚了。萧龙、萧柔，这个赌约是否是相互的？那就是说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也要关闭银行，拿出30万两银子，外加断手断脚。那是自然。那好，那我再加一个赌注，输的人除了这些以外，还要吃屎。你们敢应战吗？既然你有这个爱好，那我就满足你。真是不知死活！我们银行的3位账房先生可都是从京城请来的，放眼整个大夏，也没有谁是他们的对手。那既然赌局已经下了，那你就派人出战吧。李公子，那3人可都非常厉害，咱们的账房先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猛哥，放心，咱们输不了。我他妈一个理科博士，还怕算数？二弟，我听说你动用了银库里的银子，莫不是那家银行是你开的吧？哎，大哥，我开银行做什么？我今日来此也只是来凑热闹的。我方就由我出战，就凭你，你的算盘呢？我用不着算盘，用这儿就行。你的意思是你用心算？天哪，吕大人竟然会心算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。我觉得他是在吹牛。这个世界谁又能比得上算盘？哼，吕毅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最清楚不过。查数都查不到100，还想用心算？哼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！真是不知死活，等下就要被断手断脚，而且还要像狗一样从这里爬出去，外加吃屎。吕毅，我都有些同情你了。吕大人，你是真的能吹牛啊？居然说自己会心算。你可知道，心算不是一个加一个那样算的，不管多少数字加减，都能快速的算出答案。据我所知，大夏有此本事的只有1人，那就是当朝的吏部尚书。他可以快速的算出1000位以内的数字，无论怎么加减。我看你啊，连10亿内的都算不出来吧？连10亿内的都算不出来吧？1000位以内的算什么？就算是过万，甚至100万、1000万，我都不在乎。吕大人，你若是不想比试，我可以帮你取消。哎，大哥，人家银行之间的对决是民间之事，咱们可别乱干涉了。现在剑已在弦，不得不发。若是吕大人这个时候认输，想必他这银行也开不下去了吧？请大皇子放心，他们赢不了。我真的很期待你的心算，就怕你到时候胡乱说出一个数字，届时可就丢脸丢大发。行，那你既然想找死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不过为了表示公平，题目就由2殿下来出吧。我们是3局2胜制。好，那就由我来出第1道题。你们听好了，23500加上35392，再加上126103，减去2806，等于多少？答案是182189。哇塞，吕大人算得好快呀！是蒙的吧？2殿下出的题可不是一般的难，哪能这么快就算出来？这不可能！你在这方面的天赋极差，怎么会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哼，一定是吕毅事先知道2殿下出了什么题目，所以提前算出来记在了心里，不然凭他肚子里那点东西，
怎么可能算这么快？哼，看来我是算对了，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是这副样子。小龙，你刚才说我知晓二殿下出了什么题目，你的意思是我和二皇子串通？刚才我说出答案之时，你们的脸色都这么难看，很明显，你们早就知道了答案。我猜你们才是串通一气。吕大人休得胡说，我怎么可能事先会知道答案？吕毅，你不要随意的污蔑他人，否则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皇子不会真的跟吕毅串通好吗？要是那样的话，可就完了。他们明显就是一伙的，才坑害吕大人。不要乱说，你可是皇子，你想死吗？我们的答案出来了，的确是182189。没想到吕大人的心算居然这么厉害，只是顷刻间就算出来了，而且数字已经超10万。即使是吏部尚书，也远非他的对手。这一局，吕大人胜。第一题是由二皇子出，那么第二题就应该由大皇子出了吧？那么第二题就应该由大皇子出了吧？啊，我不太会出这种题目，我就把出题权交给吕大人吧。启禀殿下，我们正在和吕毅比试，若此题由他来出，恐怕有失公允。吕毅的心算如此厉害，若是让他出题，我们恐怕又得输。届时不仅断手断脚，还得失时，这我可受不了。我觉得萧龙此言有理，吕毅乃是被挑战的一方，他出题必然会倾向于他。这样吧，第二题还是由我来出。二弟，你很积极嘛？不过你刚才已经出了一题，这题还是由我来出吧。我忽然想到父皇考验吏部尚书的那个题目，话说鸡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问鸡兔各几何？大哥，这可是父皇考验徐尚书的题目，你现在出给他们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我只是负责出题，至于能不能答上来，那是他们的问题。你们有半刻钟时间。大皇子出的题太过于简单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鸡有23，兔有12。吕大人，我大哥刚出完题，你这答案就出来了，这谁信呢？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还需要串通？别说区区35头、94足，就算上百头、上千头、上万足，我吕毅都能分分钟算出来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尽管出题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尽管出题。吕大人不愧为天才之人，文才武功皆无人能比，就连心算也是如此厉害。大哥，这局不能算，你们明明是串通好的。二弟，你不也是和他们串通起来，想谋害吕大人吗？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，看不出来？而且刚才你也说了，咱们不应该掺和民间之事，你我只是负责出题而已。萧龙、萧柔，你们输了，按照赌约，你们要拿出30万两银子，还要断手断脚，关闭自己的银行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去吃。吕毅，二位殿下在此，你休得放肆！放肆？这是我的银行，而且我还是江南道御史参军兼云城按察使。放肆的人是你。来人呐，将这2个人的腿脚打断，然后再让他们吃。吕大人，你这样做有些过分了吧？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没必要闹成这个样子。二皇子，你我都很清楚，今日之事为什么会发生。你现在还想让我饶了他们？要是我输了，你和他们会饶过我吗？放肆！此事与本殿下有什么关系？你竟敢污蔑皇族！二殿下，我们兄妹都是听从你的话来找吕毅麻烦的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是二殿下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如今我们兄妹落难，你得救我们出去。哼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二殿下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你们2个休要攀扯，我都不认得你们，我为什么让你们为难吕大人？来人呐，把这2个人拖出去，手脚打断！二殿下，二殿下，吕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
吕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来人，拿1坨米田共来！哎呀，臭死了呀！吕大人，你已经打断了他们的手脚，非要做这么恶心的事吗？既然是赌约，那就一定要完成，否则当初所立的约定就会变得毫无意义。等下喂完了他们，我再去拿银子，喂他们吃。吕大人所言有理，只不过这件事着实有些恶心，所以本殿下就先走了。王哥，那30万两银子就劳烦你去拿吧，我想你会有办法拿到的。吕公子放心，我保证一文不差的拿回来。公子，军营的李校尉来了，还抓了几个人。他抓的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李校尉，请您出去看看。你好好休息。见过参军大人。李校尉，你抓的这都是什么人？他们说是外来的百姓，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所以把他们送到了大人这里，请大人亲自审问。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为何在军营之外闲逛？大人，我们是同城百姓，到云城来走亲戚，因为路不熟，所以跑到了军营那里，被几位军爷误会了。误会？看你们面相，你们不是中原人吧？说实话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大人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百姓而已，还请大人明鉴，放了我们吧。你们是从哪个城门进来的？要去哪里走亲戚？回大人的话，我们是从南城门进来的，要去刘子巷，我表舅家。这个时间，南城的骑士还没有散，那里全是人。就算你们不知道刘子巷在哪里，难道还不会打听？军营在西南，而刘子巷在东南，你们居然能跑到那边去？你们不是中原人吧？大人，我们真的是从同城来的，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那边调查。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废话。李校尉，你有没有听说金人长得和我们中原人有所不同？他们屁股上都长有飞痣。把这几个人裤子扒了，看看他们是不是金国派来的奸细。你们想要羞辱我等，兄弟们，将这些人都杀了！我只是炸你们一下，没想到你们还真的是金人。说，来云城干什么？大人饶命，我们是奉祭酒之命潜入云城，至于要做什么，我们真的不清楚。不清楚？等你脑袋开花，你就清楚了。大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祭酒命令我等进入云城，每日黄昏之时去月心酒楼，那里会有人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做。月心酒楼，不就是抓住金国公主的地方吗？跟我继续往灯下飞。说，你们潜入云城还有多少人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所知道的大概有100人左右。看这家伙的样子，并不想放火。不过人数肯定是有所隐瞒，让我好像有几百个金人已经混进来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难道是奔着大皇子来的？李校尉在，暂时将这个人收押，给我严刑拷问。一旦有什么新消息，立刻告诉我。遵大人命。起来，走。大皇子可能会有危险，我得去一趟他那里。公子，外面有一位老者求见，看样子不像是一般人。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来？你让他进来吧。三儿，你让董麒麟伪装成金人，
傍晚的时候去一趟月心酒楼，看看能不能打探到什么。另外，你走一趟御史衙门，告诉大皇子这里发生的事情。是。吕大人，这位老丈，找在下何事？老夫听闻云城出了一位大才，不仅文武双全，还是一位经商奇才，所以特来见识一下。这老头有毛病吗？老子又不是珍稀动物，有什么可见的？实在不巧，在下有事情要处理，你也见了我，那咱们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吧。大胆，竟敢如此跟我家主子说话！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。抱歉啊，吕大人，我这下人不懂事，还请大人不要见怪。老夫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大人，只要大人能够回答，老夫即刻离去。那好，你问吧。第1个问题，请问大人如何才能富民？第2个问题，请问大人如何才能抵御外邦？这2个问题是我乡试之时所写之事，这个老头是怎么知道的？老丈到底是何人？怎知我乡试所说之事？这个，大人就不必过问了，只管回答我的2个问题便是。需你问我，还不准我问你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是从京城来的，也是官场中人。这也就难怪了。其实这2个问题很复杂，其中有很多的细节，一时半会儿都说不完的。总之，民富则国强。只要朝廷一心为民，那第1个问题便可以解决。至于抵御外邦，除了强军之外，还需同化，将异族同化，那他们就不会再生侵犯之心了。虽然吕大人说的很笼统，不过老夫也是不虚此行了。老夫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吕大人能否做到？这老头事儿还真多。老丈，但说无妨。明日，云城会有一些从京城来的官员，希望吕大人能说服他们，使我大夏国富民强。这老头好大的做派，他究竟是谁？公子，我已经打探到了消息，混入云城的金人共有300，他们说明日此地会有一位大人物前来，这些金人打算袭击那位大人物，还真是十分危险。董麒麟，你拿着我的令牌去军营，告诉李军，让他挑选800士兵，都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，只要那些金人汇集在一起，就直接消灭。你和他们一起行动。是。来，坐。公子，御史衙门派人前来，说圣上驾临，让您前去拜见。什么？皇帝来了？他来云城干什么？衙门的人说，不仅有皇帝，还有左右丞相和文武大将军。公子快去吧，免得被皇帝怪罪。公子，你要小心些。没事，你放心。等你好了，我还要娶你呢。臣吕毅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哎，老丈，竟然是你！大胆，竟敢如此称呼当今圣上！父皇，这个吕毅对您不敬，把他拖出去，打50大板。二弟，吕大人初次见到父皇，未经过严礼，出现如此情况也属正常。无妨，来啊，给吕大人赐座。几位朝廷重臣都站着，父皇却给吕大人看座，看样子父皇很喜欢他呀。
老头子真是昏了头了。吕毅一个区区5品的芝麻官，有站着的地方就不错了，居然还给座位。陛下竟然如此的看重这个吕毅，他到底有什么本事？我们几位朝廷的忠臣都站着，你要是敢坐，看你日后在朝中还怎么立足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吕大人，你是真不客气，陛下让你坐，你就坐了。陛下让座还不坐，难道我要抗旨？怎么，陛下此举让你不满？哼，吕大人，不要胡乱罗织罪名，这样只会对你不利。圣上，你让我坐，可这个老头却不高兴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吕爱卿，今日朕叫你来，是想让你解答一下你试卷上所写的强国之策。先说富民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要富民，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，首先就要加大内需，朝廷也要出相应的政策，鼓励经商，鼓励农耕。总之，经济不增长，富民就是一句空话。吕大人所说的经济发展有些深奥，不过朕也大致听懂。两位丞相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回陛下，臣觉得吕大人是在天方夜谭，加大内需，臣尚能理解。可他还说要与他人进行贸易往来，难道咱们要跟金人做生意？金人乃是蛮族，其地所产只有动物的皮毛，别无他物。而我们大夏则是物产丰富，与他们做生意只能令咱们吃亏。陛下，臣也以为此事不妥。刚刚吕大人竟然说让朝廷给商人免税3年，而且还允许他们自由贸易。另外，他还要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土地都在大户手中，难道朝廷要硬抢吗？再者，一旦让农民有了自主权，他们肯定会闹出乱子。父皇，儿臣觉得2位丞相所言极是。吕大人，你可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臣不想对你们谈钱。吕毅，你竟敢辱骂我和左相是牛！吕大人，你实在是太猖狂了！臣奏请陛下惩治此僚。你们一个活在自己的认知里面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；一个只知道剥削他人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？本相的认知要比你广阔得多。吕大人，你真是信口雌黄，竟敢污蔑本相！臣奏请陛下一定严惩此僚。你们这些古代人真够顽固的。先说你，你就只知道大夏和金国，岂不知光是亚洲就有好几个国度，更别说美洲、欧洲、非洲，还有无数个国家。只要能打通海上贸易，那些银子就哗哗的往咱们这里流。还有你，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怎么了？是不是影响你这个朝廷命官了？我猜想你手里应该有大量的土地，而且还十分肥沃。若是不然，你怎么会反对此事？陛下，想要富民，臣所说之事都是必须之事。刚刚这个老头说了，土地都在大户手中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只需朝廷出面将土地买下，分给农民，而后农民再分几年，将朝廷的钱款还清就可以了。陛下，吕大人所言实在不妥，如此一来，恐怕会激起民变。陛下，臣也如此认为。此人居心叵测，是要颠覆我们大夏的根本。两位丞相，
不必激动，今日只是探讨此事而已。吕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两位丞相都不同意如此做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臣知道，朝廷一向严惩贪腐之事，陛下可以查查，朝廷官员中是否有贪污行为。吕大人，这是要整治官场吗？吕大人，你可知道此言的后果吗？届时满朝官员人人自危，扰乱朝纲。贪官当然自危了，你不贪还危个毛啊？就好似两位丞相，你们危吗？要是如此的话，那你们就是贪官。好了，此事先议到这里吧。吕大人，你再说说如何抵御外敌吧。抵御外敌就需要强军，而强军就需要经济支撑。没有大量的经济支持，就没有办法武装军队，没有先进的装备，咱们就会吃亏。不过，咱们可以先在边塞建立贸易通商，设立教学，教金人我们大夏的文化，以儒家思想灌输，让他们不生侵犯之心。哼，和金人通商，还要教他们儒家之道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二殿下所言有理，金人野蛮，难以教化，这方法根本就行不通。说你们死脑筋，你们还不服气？我说的方法都只是辅助的作用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想让金人不敢侵犯，那我们就只能强大自己的军队，让他们心生畏惧，再也不敢打我们大夏的主意。上将军，你统军多年，对吕大人所言有何想法？上将军，你统军多年，觉得吕大人所言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臣觉得吕大人所言甚是。若能将军中装备置换，别说是抵御金人，就是打到他们都城去，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呀。可是强国需要大量的银两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两位丞相可有何好办法呀？陛下，臣已经与右相商议过此事，想要充盈国库，只能加税，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倍。臣保证，3月之内就能收回来1000万两银子。我呸！你们两个老混蛋，这是要亡了大夏吗？如今百姓的赋税已经够重了，你们还要加税，而且加3倍，简直是没有人性！陛下，不能听这两个老混蛋说话，到时候百姓就反了。如果金国打过来，大夏就完了。军周也，民水也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臣建议将这两个无用的老东西拿下，这才是救国之本啊！好你个吕毅，竟敢辱骂当今丞相，真是该死！吕大人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5品官员，竟敢对我们2位1品大员如此不敬，陛下，此人的确是该好好惩治一下。陛下，左相所言有理，还请陛下将这吕毅插出去，重打100大板。军周也，民水也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！父皇，吕毅如此猖狂，你还要这样放纵他吗？二弟，放肆！你怎可如此和父皇说话？再者，吕大人一心为民，哪里有错？父皇，儿臣以为吕大人所言句句都是至理，请父皇准吕大人所奏。陛下，臣觉得吕大人所言甚是。这两个老东西，只想着他们自己，根本就不顾百姓死活。左相右相，你2人已年迈昏聩，我看还是告老还乡吧。陛下，陛下，臣才刚刚60，且身强力壮，臣还要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狗屁的鞠躬尽瘁！你是为了你自己死而后已吧？老头子竟然站在了吕毅那边，为了他，竟然让2位宰相告老还乡。吕毅是大哥的人，若是让他上位，大哥的势力必然大增。
父皇不可，这吕毅就是个败类。您赶走了2位宰相，那朝廷就瘫痪了呀。此事朕已经决定，尔等勿再多问。耶律红玉、吴陆琪，竟然是你们！耶律红玉、吴陆琪，竟然是你们！连金国公主和乌鲁奇都没走，他们等来300斤是为了皇帝。大盘，这个擅闯御史衙门，来人呐！别喊了，你的人都已经被我的手下给解决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哼，当然是来帮你们改朝换代了。耶律公主真是信用之人，不枉我当初救你们出去。二弟，你居然暗通金人，想要谋朝篡位？怎么，不行吗？这个老家伙已经老迈昏聩，昏庸无能，竟然相信这小子。哼，如果他继续当皇帝，大夏早晚都得亡国。不孝之子，你竟然要谋害自己的亲生父亲！老东西，你早就该把皇位传给我，要不然也不会有今日之灾。还有你吕，等下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哼，你想杀我，你还嫩了点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说胡话呢。2位宰相、上将军，若是你们现在归降于我，不仅能留得一命，我还能保证你们原来的官职。你要赶我走，离开了朝堂，以后的富贵就都没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还不如归降二皇子，给谁做臣子不许做？臣愿封二皇子为皇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上将军，你怎么说？我呸！2个老不死，真不要脸，简直就是墙头草。二皇子，想让我跟你造反，想都别想！既然你不肯归降，那我只能杀了你了。公主，怎么回事？你不应该问他，而是该问我。昨天我手底下抓了几个金人，我得知有300个金人混入了云城，所以就布置了800人藏在附近。二皇子还真的要造反，不过有我在，你这做皇帝的梦想还是要破碎了。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逆子，你若迷途知返，朕或许可能饶你一命。不可能！公主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动手，杀了这个老东西！还有这群不服我的人，我照样可以当皇帝。难道你们忘了我还有这个吗？我杀了你！你杀了子瑜全家，今天就替他们报仇。陛下，臣刚刚是在迷惑二皇子，以寻找机会搭救陛下，臣绝无叛逆之心。有像所言极是，我等愿为陛下做任何事情，哪怕我背上骂名。我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。明明是背叛了皇上，还说是为了搭救皇上。刚刚你们2个不是高呼二皇子万岁吗？这么快就忘了？陛下，像这种墙头草，不要也罢。大人，此2人朕就交由你处置了。臣遵旨。父皇，这2人如何处置？他们还有用，尤其是这个金国公主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拿她跟金国谈判。此事也交由吕大人处置。朕封你为当朝宰相，强国之事都交由你处理。另外，朕还给你一个朝廷特使的头衔，负责与金国谈判。臣谢过陛下。走。押下去。
走。吕大人，今日大夏能有你这样的宰相，真是万民之福啊！冯大人，过几日我就成亲，到时候你和大皇子一起来喝杯喜酒。好。新郎新娘到。新娘的婚服好漂亮啊！这可是咱们公子亲手设计的，公子好厉害啊！我宣布，吕毅和子瑜正式结为夫妻，大家祝福他们吧！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，吕公子！子瑜，我们现在是夫妻了，让我亲一个。我去，真以为当了大官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子瑜。